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聊过2010年前后是国足陷入最低谷的时候，可谓场面难看，结果拉胯，战绩惨淡，屡战屡败，难求一胜。除了那些奇葩诡谲的人祸之外，最后一批体工大队模式出来的球员逐渐淡出，也是一个原因。难不成中国足球从体工大队往职业化的路走错了？今天我们就尝试还原一下真相，简单的深入探讨一下中国足球的体工大队模式。众所周知，建国前中国的体育发展是举步维艰的，那个时候奥运会还是邀请制。1936年，中国体育代表队被邀请参加柏林奥运会，国府以经费不足为由不想参加，体育界人士就以义赛的形式自筹资金，其中足球队就辗转来到了东南亚，不停打比赛，历时2个多月，终于筹措了20万港币。结果国府专员竟然追到孟买，说资金超过了路费了，剩余的部分是不是该上交国府了？这在不做人方面相当的不做人的。而我们这边却是很重视体育的。早在1932年，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歼灭了国民党第48师大部，在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了一批篮球和足球。贺龙酷爱体育的，随即建立了红军中最早的篮球队。不过可惜的是，由于当时部队会踢足球的太少，所以足球队一时没能组织起来。在此基础上，贺老总还率先在120师开展系统的体育工作。1940年，贺龙和关贤英向全师颁布体育训令，规定在师司令部教育科设体育股，各纵队、旅、团司令部增设专职体育参谋，营连教育干事和文化教员要监管体育工作，几乎每个营都有一支篮球队。之后120师还相继成立了排球、足球、军球、网球和田径等专项队，是不是很有点出乎意料？建国初期，由于我国体育基础差，运动水平低，迫切需要建立专门的体育队伍，担负起普及与提高的任务。贺龙元帅在他所领导的西南军区又创建新中国第一支专业化的体育工作队。对，体工队的正式称呼是体育工作队。他的任务不仅是选拔人才，提升体育水平，还肩负着体育普及的任务。贺龙元帅很明确地说过，体工队既是运动队，也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从体工队本身来讲，他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然后才有可能来协助领导机关推动和指导部队的体育运动。之后，体工队模式成为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基础模式，这些原则也成为了体工队工作的基础原则，并不只是倾斜国家资源培养几个冷门项目的冠军，起到的而是面对全民的体育教育体系。在这里，我们看看这道体系经过不断试错后，最终搭建出来是什么模样的。当然，我们拿足球这个项目来说，事实上这套模式是个3级结构，体工队只是塔尖部分，下面还有2级。分别是基层单位业余足校，大约就是县区市一级足校；大型的厂矿、农场、机关部队也有重点业余足校、中心业余足校。这一级主要是省一级足校，大部分兼省少年队，以省少年队的身份踢全国比赛。17、18岁前可以上升到省青年队，18岁之后就可以继续成为省队球员。他们是怎么流转的呢？各个小学和初中有自己的足球队，在某些足球传统比较好的地方，还会设立一些足球重点学校。在这些学校还有专门教学生踢足球的体育老师，一些踢得不错的学生会被推荐到业余足校那里接受更专业教练的培训。注意，这种培训免费，资金来自于财政拨款，学生也不脱离家庭，更不脱离所上学校，一般是下午放学后训练，每周2到3次的频率，每次2个小时左右，周日约打比赛，这算是业余爱好，理论上不影响正常学习。踢得好了，12到16岁左右会被推荐到省足校接受选拔，过关了，在省足校正式接受高频次、高强度的专业足球训练。担心孩子踢不出没前途怎么办？瞎担心。当时进入省足校就算进入编制了。省足球学校是教委认可学历的中专学校，不仅可以农转非，学生毕业后还就是干部身份，就算踢不了省青年队、省一队，也能分配工作到业余体校或厂矿企业，可谓未雨绸缪，有备无患，高枕无忧，无忧无虑，悠然自得，众人艳羡了。以湖北省足校为例，省足校没能进入青年队的球员一般被分配到厂矿企业，青年队被淘汰的球员一般被分到业余体校，又往上一步进入体工队，为湖北省打拼多年的退役球员则分到省足校或家乡的体校当专业教练，还有一部分被分到武汉市公安系统当干警。看出这套体工大队制度的精髓了吗？我们国家是9年义务教育体制，它通过学校把有潜力的孩子给挑出来，国家出资进行培训，经过数层筛选，选出精英，
再通过长期集训提升能力，最主要的通过国家兜底的形式解决球员的后顾之忧，还解决了足球普及教育缺乏教练员的问题，让中国孩子愿意踢球的可以踢，有人教，天赋不浪费，成才无顾虑，踢的人多了，竞争就更激烈了，水平自然就更有保障了。我们02年冲击世界杯的那批人，以及最后的余晖、郑智，都是这套体系下竞争筛选出来的。它让中国足球人才体系是有大量基底的，是正正经经金字塔式的。那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要改革，要职业化呢？事实上，早在1981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引起了中国足球体系的连锁反应，让这套体系逐步跑偏，甚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乎彻底崩坏。再加上一些时代因素，中国足球才从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这件事情就是当时的81队被特批在全国业余体校选拔13到16岁的尖子，组成81少年足球队，配以高水平的教练，享受专业队待遇，进行专业化训练，争取成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一支突击队。而16岁是大部分学生9年义务教育结束的年纪，在1981年之前，专业足球队是不能招16岁以下的小球员的。也就是说，学校、业余足校和省足校、体工队之间的分工很明确，各司其职。作为遍及范围最广的县市一级业余足校，负责16岁以下小球员的培训。但81队因为没有青训队伍而特批的这次选拔打破了这一规则，结果以专业打业余，81队这批队员对国内同年龄段球队碾压，大杀四方。体育作为享受财政拨款的部门，成绩是极其重要的。虽然教员老人家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建国后，他1952年又亲自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但整个体系做体育普及不好量化啊，取得竞赛成绩才决定着政绩，政绩又决定着财政拨款的多少，以及相关人员的升迁和级别，级别决定着工资待遇。于是81队的老对手北京体委出手了，抽调各业余体校的尖子，组建13到16岁的专业队伍。81和北京这样的排头兵都这样搞了，其他地区也就只能跟进了。其实这相当于塔尖培训单位向下延伸，把精英化的年龄段提前了。那业余体校只能跟着继续下沉，把更多精力放在寻找培养小学年龄段的球员上。那个时候交通和社会治安远没有达到现在这个水平，小学生下午放学后再去接受2个小时的训练，每周还有2-3次，如果是冬天早就黑透天了，这让很多家长不放心。慢慢的，一些业余体校就找了个解决办法，就是把发现的好苗子集中起来，转到一所满足条件的学校上学。这支队伍既是体校队伍，又是学校的校队，有专业的教练，能打的比赛很多，水平很能保证。业余足校高兴了，学校也高兴了。你看，这和81队在全国掐尖，各省级体委在全省掐尖，是不是一个套路？是不是相当于把精英化的年龄再度提前？都去掐尖搞精英，那基础人才库怎么办？指望着其他学校发挥风格，积极主动，无怨无悔，用爱发电？开玩笑，好不容易拉起一支球队，还被你血虐，小孩子积极性都被打没了。学校没有荣誉，还被家长说耽误学习，我干嘛还要玩足球？你们自己玩吧。于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展正规足球运动的小学已经很少了，全都集中在少数传统足球学校里面。到了这个阶段，中国足球的基底已经接近名存实亡了。这个锅让随后才进行的职业化改革背有些冤枉，其实这个锅让始作俑81队来背也是冤枉，它也只是一根引线。真正的原因是足球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产业，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只能依托国家养着吃财政拨款。国家那么大，钱粮也有限，必须往有效率的地方倾斜。如何短期内出成绩成了大家研究的重点，但足球是个长周期的项目，追求短期成就难免杀鸡取卵，跑偏乃至崩坏。而从更长远的时间看，这种名存实亡的制度让80末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很少接受到足球基本的熏陶，缺少对足球基础的理解和热爱。再加上从小听到了关于足球虚改年龄李大打小的弄虚作假，足球精英疏于文化教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评价，让足球更多的变成了发泄情绪的垃圾桶。自己既不踢足球，也没有让孩子踢足球的兴趣和动力。除了这些体工大队模式，还有几点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的封闭性，拒绝交流，拒绝合作，还是唯成绩论的锅。任何影响成绩的事情都被视为严重的挑战，甚至挑衅。譬如尖子是不能外流的，就算国外俱乐部看上，能提升这个运动员的能力也不行，
他在外面能力提升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甚至到国家队层面，还有拉帮结派，希望对方派系出丑的情况发生。毕竟啊，你不好了，才能显出我的价值更大，贡献更多。也是因为唯成绩论，球员的心态都有些扭曲，各级比赛都相当紧张，越到关键比赛越紧张。害怕的其实不是失败，而是万一失败了，责任归咎于自己，甚至重要比赛球都像烫脚的山芋一样，谁都不愿意拿。甚至某个球员一到关键比赛就感冒发烧，甚至打平就可以出现的大好局面，在中国队眼中就是过不去的坎儿，这都形成了传统了。米卢带领中国队进世界杯最大的手段就是快乐足球以及让队内团结。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体工大队模式曾经建立起一个正循环的足球发展模型，凭借中国的人数红利以及亚洲足球都没怎么发展的时机，让中国足球在亚洲还有些竞争力，至少保证着下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系统开始逐渐的崩溃，再赶上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得不画上休止符。什么时代背景？国家养不起，也不想养。90年代初，中国的包袱很重，多少产业工人都处于下岗的前期，暗流涌动，花巨量的资金去养一个产出比极低，又不具备着在世界大赛上取得奖牌可能的项目，老百姓都不会答应。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文化底子里其实是没有多少体育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其实并不怎么爱体育和足球，只爱胜利和荣誉。我们的体工大队模式其实任务很重，要集中全国力量为中国制造金牌和荣誉，提升民族自信心。但足球啊，投入太大，产出太小。相对于单人项目、小众项目，足球啊是难度呈几何增长的。还因为是世界第一运动，别人发展的很好，整个亚洲当时和世界水平差距都很大。以体工大队玩足球，只能保证下限不太低，不能提升上限。这在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没办法坚持下去。于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决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之路要与世界接轨，要利用市场提升中国足球的上限。那为什么反而不如以前呢？本期点赞过13个，我将立刻准备下一期，聊聊我对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看法。我是足球司机涵，一个喜爱足球的民间研究分子。如果你喜欢和我一起聊聊足球背后的规律，探讨一些表面之下的真相，不妨关注点赞，一周至少2次，我们不见不散。